欢迎来到最速的燃机，我是 Nero。这是我新买的代步车，2013年 Acura TL SH-AWD。首先呢，我觉得这台车是一个无对手的车，我觉得是本田最后的荣光吧。当年它可以这样说，它是把基本上所有最好的技术都放在这台车里面。SH-AWD 它的这个 Super Handling All-Wheel Drive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四驱系统。3.7升自然吸气引擎，303匹马力，273磅齿的扭矩，可以说同一级别里面毫无对手。它的竞争对手是哪些呢？比如说宝马的3系啊、5系啊，雷克萨斯的 IS 啊、ES 啊、GS 啊，除了那些什么500呀，或者是什么 ISF 那些 LC500那些，像这台车，亚洲的朋友们可能会陌生一点。它到底是一台什么样的车呢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本田雅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标这里 Honda 是一个 H， 那么 Acura 呢，其实就是把上面那两个尖尖给它捏到一起去了，就变成 Acura。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 Accord 4驱 Plus Pro Max。然后你可以看它整体的一个造型来说，我觉得可能本田的设计师偷了那么一点懒，因为我觉得这台车实在长得有点像那个玉皇大帝，又是 Cadillac。你不觉得它的设计参考了很多 Cadillac 的东西呢？钻石切边的感觉啊，这些线啊，由于是那个屁股，我感觉把那个标换一下，其实跟 Cadillac 没有什么区别。这台车给我的感觉来说的话，就是其实动力很充沛，3.7升。我们知道，就是平时我们改那些 K24啊或者怎么之类的，用的那个 J37的节气门，就是来源于这台车和另一台同年代的 ZDX， 包括410的喷油嘴也是来源于这台车和 ZDX。那么这台车呢，引擎呢就是 SOHC， 这台引擎呢压缩比有11.2:1，其实改装潜力还是蛮大的。在美国那边 TSS Wagon 直接 swap 了一台 J37的一个发动机，然后打上了涡轮，打上了大概也就1.5个bar的话，那车快的真的是。太快了那次，包括这个 Super Handling All-Wheel Drive 我都觉得比Quattro好。关注我久的人也知道，我还有一台245。那么同样的比对下来说的话，可能这台车呢给我的感觉比较好一点。它的重量呢大概是在2吨以下，也就是1.8吨左右。然后它的重量分配呢是前59后41啊。它的这个四驱系统呢就是比较靠前一点，因为本田的话一直都是做前驱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它动力分配来说相当于前面比较多一点，而后面少一点。卖给我这台车的呢是一个 senior person， 他大概是72岁左右。他说他不想要这台车的原因是因为这台车有点 sporty。我觉得像这样一台 TL 来说的话 ，sporty 好像关系不大，只是它的改装潜力是在的。像这样一种 daily drive car 呢，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台车，空间很大，开起来很舒服。前面双叉臂，后面多连杆，这不就是一个妥妥的高级车的设定吗？前车主他跟我说的是，因为这台车有点 sporty， 然后他的背会有点疼，所以他换了一台马自达的 CX-5。我们也能看见我们前面车牌照上面有一个 Mazda of Front， 但是 CX-5 的话，严格来说比这台车帮比多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心理作用吧，所以他就选这台车。Anyways， 这台车呢有2个版本，其中一个呢是 3.5 升，那就是前驱，而 3.7 升呢就是四驱版本。变速箱形式的话也有2个版本。一个是手动挡，一个是自动挡。自动挡呢是6AT，这个自动挡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挺快的。包括这一台车来说的话，我当时买下来的价格应该是2万以内吧，也算是一个捡漏的一个价格。整体车来说的话，因为是72岁左右的人，那么难免一些什么 scratch 啊、dent 啊这些东西。尤其是那你看这边，可能开的时候呢，有些不小心在地下停车场，你也知道这边有些地方又比较窄，或一些什么柱子的时候不小心蹭上去了，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当然呢，我也约了去修这些东西，因为如果你不修的话，在加拿大下雪他们会撒盐，然后呢，这种锈呢就会像癌症一样扩散，它会锈进去、锈穿。拿回来过后，这台车我整体都换了一遍油。虽然它原厂来说的话是用是 5W20 的油，但是对于一个这样的高压缩比引擎来说是1.2:1，那么你就要用相对来说稍微稠一点的机油，所以我用到了 5W30。而这台车呢，我看了 Carfax 也是全程地热保养，但是呢，我拿回来过后，我觉得还是需要自己来过一遍油水，所以呢，机油啊、变速箱油啊、差速器油啊，我全部都换了一遍。
这台车其实它很多地方都是铝合金的，比如说引擎盖呀、前防撞梁、后防撞梁，以及它的那个副车架，全部都是铝合金的。但是有些没有铝合金的地方，我还是把它喷上了一些仿锈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之前有一台 TSX CL9，那台车呢，我们有很多粉丝也说啊，你为什么不更新那台车了？不怎么样了？那台车怎么来说呢？当时就后来我修烦了，我给它卖掉。当时我买那台车的时候，其实我老婆是很讨厌那台车的，觉得我那台车太旧了。第一，20多万公里；第二来说的话，锈比较多一点。所以呢，当时我没有告诉他我买的是这台车。当他知道我买了这台车，就看了这台车过后，一看这个标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Hell no！ 你怎么又买一台这种车？但是呢，当他坐了这台车过后，这么几天过后，感受下来过后，就觉得这是一台好车，这是我这些车里面除了 RS5 以外最成功的一台车，既能代步又能跑，而且呢，这台车的音响 Civilized ELS 的音响，它是一个3D 的，等于说里面的环绕立体声，你知道吗？身临其境那种 concert 的感觉。喂，这个就不烂仔了，因为我们都知道 JDM 的精神是什么，就是不能有这种东西。有了这种东西过后的话，你就会觉得那是一台什么欧洲车啊，或者是什么美国车这种，它才会给你配一个液压的一个支撑架在这里。你可能发现这台车其实没有像本田那样，这台车比较高级一点，是为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到这些很多地方都被 cover 上了，然后引擎放在这个地方。这台车呢是有一个 timing belt 在里面，所以 timing belt 的话应该是11万公里的时候我就得换掉，包括它下面的一些，比如说那个 tensioner 啊什么之类的都得换。比较 amazing 的地方是这台车居然是 hydraulic 的 engine mount， 也就是说这种东西的话是保时捷的配置，2万块钱你能买到保时捷同样的配置，这是一件多香的事情啊！然后呢，它的进气很有意思，它进气其实原厂给你配的就是一个冷进气，我们能看到进气是从这里走的，从这里撞风进去过后，从这里拔进去，然后吸入到引擎里面。改装市场上面来说的话，有很多，比如说像那些 AFE 啊，或者是什么 K&N 这些东西，但是它原厂是一个冷箱 Iced Box 在这里，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可以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实在要改的话，我想到一个键，但是那个键的话，我实在找不到，现在可能也比较难找。它是一个 City Engineering 的 Iced Box， 那个进气来说的话，它比较符合原厂的一个设计的一个concept 在里面。这样来说的话，也可能会多个16匹马力吧，但是 NA 的话，对于我来说，每一匹马力其实都很重要。毕竟这是一台2吨以下的车，已经1.8吨了吧，对吧？你要让它减重的话，其实也挺难的。像这种车，那无非就是说你只能在马力上面多做一点功夫，包括它的一些什么下面的 header 啊、J pipe 啊这些东西。像 J pipe 这种东西的话，它就是有几个牌子在做，比如说 PLM 啊和一个 RAV6在做这个东西。可能到时候会换一个 PLM 的 J pipe， 但是我怕我老婆说我又改成了，所以这个东西保密。可能是因为这台车年份比较久一点，我实在找不到一台就是说2014年款的最后一代，或者是找得到 A spec 那个，因为它原厂的那个 A spec 把它装上去过后，感觉就非常的战斗。但是现在原厂是买不到一个 A spec 的一个版本，我只能买副厂，因为副厂的话这个有一点难受，是因为副厂是树脂的，也就是那个玻璃钢的一个 body kit， 那个玻璃钢呢你就得自己拿回来磨半天，它没有原厂那么好的一个位置。我打算把轮毂换一换啊，可能会动到刹车。避震来说的话，我实在找不到什么避震，像这么好的一个结构，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，我就很想换它的避震。10我是不想用的，我觉得10真的扔了吧，真的。那大家如果有10的话就扔了吧，我觉得那个质量不怎么样，而且10也没有质保，所以我准备到时候可能会用到 BC 啊。如果 Bilston 我当时还没有查到，如果 Bilston 有的话，到时候就会可能会选择 either Bilston 或者是 BC 的一个避震，让这个车稍微姿态好看一点，也稍微就说战斗一点。说了这么多，这车开起来到底如何呢？走。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忘记讲了，这个车带 VTEC。哎，你这车好舒服啊，是吧？对啊。冷吗？感觉跟我当年的 Charger 有的一拼。冷的话有那个热屁股的东西可以打开。你 Charger 没有这个东西吧？不是你，为什么一辆 T-L 上面都有红色的启动按键？为什么 Charger 呢只有一个动画是红色的？我去，倒车影像，好久没有见到这种东西了。Yes。
WRC baby。你的仪表盘就是给我一种就是很老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同时又感觉很豪华，就很机械啊，这什么机械？不好意思，方言都出来了，就很机械呀。因为你看这有什么按键就按什么东西啊，就很舒服啊。你就不是像那种集成，我就很讨厌那种集成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集成的你就要把它打开，你把它开的时候开得很那个的时候，比如说激烈驾驶，我要把它点开，我要点开里面再选什么东西，再把它关掉，就很鸡肋这东西。而且这个车还有一点比较好的东西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那个自动启停，对吧？那个东西简直就是人类工业上的，我不知道是为了干嘛的，可能它是为了过一个环保标准，就是排放标准，所以它加了一个什么所谓的那个，对吧？自动启停。我记得一直重新启动车好像会更费油啊。不是啊，就第一费油，第二你的那个就是火花塞就不停的打着，然后你的 ignition coil 也是不停的喷打着。对，我也觉得那个东西很烦，很鸡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东西关掉，很鸡肋。它是为了过一个排放标准，所以搞出来一个东西，就是左派政府，你知道吧？左派政府，不知道想什么。就是你的仪表盘就给我一种老奔驰的感觉，你懂吗？这个奔驰1级的竞争对手来的，我觉得很漂亮。虽然它不是163那种东西，但是它是1级的竞争对手。包括这里，你看 SHAWD， 它实时监控你哪个轮子有力或什么之类的，它是一台非常聪明的四驱系统。然后你看，你包括我们这里的路，对吧？有点bumpy，你能感觉出来吗？你感觉不出来吧？我是感觉不出来，但我知道这条路非常的bumpy，因为我的车开过来的时候，我人是在飞在天上。你知道那个我那台就是改成的那个 FT2， 就 FT5 那台车啊，我老婆超讨厌那台车的原因，是因为那台车改了避震以后，什么都很硬 ，hard race 很多东西很硬。啊，这台车里面，他第一次感受到说，啊，你终于买了一台正常的车了，他是这样跟我说的。我觉得这台车真的很舒服，它给人一种就是坐在后座的感觉很像当年的林肯啊，然后这样座驾啊，对啊，包括奔驰 S 级、奔驰 E 级，就是给人一种我是老板的感觉。后面很宽敞，你看后面，整个后面其实你的腿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都很舒服，包括这边都是皮的东西，我觉得，而且这个除了这个上面啊，这个 dashboard 上面那些人造皮，但是方向盘是真皮，然后座椅是真皮，我觉得，这个座椅真的很舒服，支撑性也够。它虽然没有那种，比如说防侧倾啊那些东西，那当然也只有 S 级才有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你这个车多少公里？7万。为什么这个座椅跟新的一样啊？可能 senior people 比较爱惜车的内饰吧。虽然外面有点订单，但是里面确实是。我当时看了这台车，我就没犹豫了。他说啊，还有一个人来怎么样？我当时没有还价，我直接跟他说啊，你要多少我要多少，对吧？我也就2万块钱以内搞定，2万块钱加元以内，不是美金哦。最近那个加元掉了很多，所以，这个车的皮质真的跟新的一样。我一直想问你，你的启动键旁边有一个方形的东西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插钥匙的，钥匙可以充电的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等一下，现在很多车都可能是没电，然后要去换电池，而且那个电池你知道很难找吗？就经常需要跑遍各种便利店，说哦，你是否有卖这个电池的？你是否有买这个电池的？然后呢，而且你不知道那个电池的编号是什么，就要一家一家找。最可行的方式大概是从 Amazon 买，但是就是你急需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从 Amazon 等嘛 ，second day delivery 或者怎么样，你这个可以充电。就是 ELS， 然后环绕立体声浪，环绕立体声那个叫什么音响，我觉得不亚于柏林之声。包括你看过弯啊，你看整个车过弯的姿态，从容，真的，我在弯中可以顶着油走，很从容。虽然是说0到100的速度没有那么快，也就是大概什么5.4秒左右，官方数据来说，实际测下来也大概也就6秒多的样子。但是我觉得是第一够用，第二你知道它的那个退档吗？那感觉是，你看啊，退档啊，5、4、3、2，就这么快。等一下，我看不到，你再来一遍。啊，5、4、3、2。你觉得它慢吗？我觉得比我Charger的那个模式吧，开完模式之后。我这 D 档嘛，我没有看，没有 S 档。OK，make sense。绕一圈试试啊，我可以看。
我觉得你买了这台车之后呢，你会就是注重于它的优点，所以我今天是来挑你这个车的毛病的。没毛病。看着啊，3、2档，3档，4档，哇5档 ，OK， 真的很快，真的很快。然后退档4档，3档。它是有2代，它是有一个 facelift 和 facelift 之前的，前面一代是本田那个该死的5AT， 就是很慢，就是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反正就很慢就对了。但是这一代呢，它是10年过后，它是后面一代用的是一个6AT， 它6AT 呢有一种就是他说的是 Sport Direct Shift 的那种感觉一样。它这个感觉，我觉得不亚于是什么呢？就是雷克萨斯的那个8AT 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速度的话 ，OK 的。它换挡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0.1秒左右这种感觉还是挺不错。你看整个方向的驾驶啊，或什么之类的，指向性也很强。这个车没有一种让你感觉很大船的那种感觉。我比较讨厌美系肌肉车。不能这么说，对不起，等一下，你要说什么？对不起，错了，我比较更喜欢于 JDM 或多一点的，是因为它的方向指向性从容，真的就从容。我可以顶，就是四驱系统，这个四驱系统就是差速器，它整个差速器给你的感觉就是外轮可以，比如说你右转，它的左轮会加速。啊，你左转呢，它的右边的轮也会帮你加速，就感觉这个整个车来说，它非常的一个智能化，而且，我们朋友就是那个Honda的技师，我们朋友 Michael 他也跟我说过，他说他开过很多台车，包括Quattro在内什么之类的，这是唯一一台车能够让他现在学里面拉出来的一台车，因为这个四驱。他不是说一边轮子怎么样，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。哎，你安全带系了？太轻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如果刚刚那个环岛是我的 Charger 在过，我是整个飘着过来的喽？我没说这句话，这你自己说的。也许可能我们给它一种船的感觉，是因为它整个像船一样，整个侧斜过来一样过来，但是它就是真的车的感觉，就是4个轮子都在地上的感觉。我觉得更多的是它的一个悬挂的方式，你也知道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悬挂设定，不是像比如说 Civic， 你就是能感觉到那就是一个 Civic 或是那种入门级车。那这个车就是基本上已经到了 Acura 里面的天花板了，它是干掉所有同级别的车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包括当年的售价 MSRP 这台车，当年13年全部下地6万多加元，当时的那个比例还是当时的加币对美金的应该是97 cent， 就是1美金比97 cent 的时候，所以就很接近当时。对，基本上6万，这辆是6万，然后10年过后这台车，买下来2万以内，就觉得。好划算，就觉得捡到宝了。所以那个老头是第一任车主。老头是第一任车主，他给我看了所有的一些保养记录，包括 Carfax 这台车无事故，然后全程是dealer保养，就觉得 Acura 其实对于他们dealer的那个要求是很高的，至少比 Honda 高多了吧？就是他对他们那个dealership的一个SOP 来说的话，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质保，整个它的这个震动或者是怎么来说的话，我觉得。比较归功于是什么呢？它的一个 hydraulic 的一个 engine mount， 它的 engine mount 里面带油，所以引擎的震动来说的话，你们法语区怎么讲？什么？bon la la 啊？什么东西？你确定你刚刚说的不是意大利语吗？意大利语好怎么来说？妈妈咪呀！妈妈咪呀！ Buono, yeah, buono. Très buono. Buono 是什么东西啊？不要侮辱我好不好？意法结合是吗？Overall 这车开起来确实不错，但是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，这是什么？手刹。这是什么？手刹？机械手刹。它不是电子的。我觉得13年的车不应该都是机械手刹吗
有电子手刹，其实当时有出电子手刹，比如说像我那一代 RS5 13年的话，它就是电子手刹，它就是要抠一下，啊，因为我记得 FD 盘的宝马它也是手刹。为什么说宝马是 automated driving machine， 然后奥迪不是呢？OK make sense。所以说这台车整体来说就是一种给你一种很豪华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个跟雷克萨斯反而比较像。那它其实竞争对手，就像我刚才来说的话，就是 IS、ES、GS， 其实都是竞争对手。所以这来说，我觉得按照它的价格来说，6万块钱价格来说，其实是比那些车我觉得要好很多。当年本田其实是把它算是比较好、最好的东西。那 Michael 就不是说了嘛，本田最后的荣光，就是基本上把好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去了，最后的荣光，包括它整个按键，你看那感觉，啊，是不是？ click， 我差点帮你换了个语言，就是它这种，它这个万向的轴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棒哇！我觉得比起那个 touch screen 来说的话，不是 touch screen， 就是你知道 Mercedes 有出一个那个触控板吗？那转的，包括雷克萨斯也是那个鼠标，还有那个奔驰出的一个非常非常胖的一个触控板，我觉得那个触控板用起来真的一点点也不舒服，但是这个。对吧？同一个年代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一个要比那个好用的多，而且非常有质感。而且本田的质量真的就是，我觉得 it's a Honda。哎，为什么 NSX 要卖到就91年的 NSX 会卖到那么贵？就是 it's a Honda，no matter what how many mileage on it，right？It's a Honda。它其实本田就是虽然这台车也有一些问题，但就是你要按时保养，比如说它那个 timing belt 那个什么。ATF filter， 也就是它的那 transmission 里面有个 filter， 包括它的 transmission 油，你就按时的去给它换就行了，就按时换。then 没什么其他的东西了，不会像有些车什么那个什么我如果说的话，你们就要来喷我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第4 cylinder misfire， 那没办法，那有些那就是事实的机械它的 design， 它所谓做出来那个东西那就是这么回事。我觉得喷不了，因为毕竟咱俩现在就是咱俩买车的方式是纯对立面的，咱俩喜欢车的方式也是纯对立面的。你喜欢本田，我对此不可多评价，对不对？你说美系车不好，但是这是我的钟爱。然后呢，你说86怎么样？BRD 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86这个东西，我扭转了一个我的观点。我以前会说86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86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车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营销方面做得很成功，只不过它的引擎有问题以外，但是也是一样，你要注重于保养。虽然我总在说它那个车有什么缺点，86这一个就说车主的人群来说的话，它比较跨越性，有的人就是完全不懂车就是看动画呀或者什么之类的，对吧？他完全不懂。但是有些人呢，那就很懂那台车。你有时候就说你得要换更好一点的机油更粘稠一点的，包括变速箱油，你记得把那个什么 RTV 那些东西给夹出来，换上比较好的那个油底壳和油底隔盘，它上下有2个。这样来说的话，其实86来说，整体来说是一台非常成功的车，我觉得，因为它第一价格便宜，第二它的操控性来说确实很好的那台车。总结来说，也没有，不是说被人怕来说。作为一个 YouTube 来说的话，大家发表各自的观点，我就是 you guys are all welcome。我自己来说的话，我觉得 GR86， 我说句良心话，我比 S2000 好。为什么？因为 S2000 第一太旧了，第二86的整体的刚性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是比 S2000好太多了。S2000虽然是个就敞篷，所谓的什么 X-Bone 这些中的 A 区的一个结构来说，但是它太旧了，以至于你要找到一台好的 S2000， 比如说现在的价格，哇，它有没有太过于夸张？什么6万、7万、8万，甚至10万？之前有一台成色比较好的，排出了10万块钱美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想的。我曾经是 S2000 车主，我觉得人家都说 S2000 怎么好，其实我觉得看完 S2000 也就那样。我听过不少 S2000 的车主讲，这个车其实貌似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神话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 JDM 来说的话，很多是都被过于神话一点。但其实你整个开起来的感觉来说，我不知道他当时刚刚出的时候是怎么样，但是
我现在开起来，可能是因为现在时代的进步，科技在进步，你开起来这些车感觉就是它虽然很战斗，它是一个好玩的车，它是一个好玩的车，但它不是一个你是天天能开的车，因为你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啊，会有那些问题，它时间太久了，比如说20-30年前的车，到现在为止，你好多东西你得换。就虽然很多日系车被神化，但这台真的是严重被低估的一台。这是一台被严重低估的车。我觉得本田可能是对于它的一个就是说 commercial 的方式来说没有那么到位。就是本田其实很有一种什么感觉，就是那种技术宅的感觉。我会造车，我知道怎么造车，但是你得去发现它，去自己慢慢研究它的一个潜力。好比说 K20、K24 这种发动机，包括这台 J37 发动机，大家都觉得啊 V6啊305匹 SOHC 还不是 DOHC， 但是这台车你知道包弹过后它能大概到400多匹，只是 NA 400多匹，然后你加一个 Supercharger 上面，因为那确实是我收回我当初说为什么你要买这台的话。对 ，OK， 我也接受你对我的安利，但 Daily 我依然不会买。Why？ Why？ 因为我还年轻。没毛病，这点没毛病。